号称乌军作战序列中最强大的部队现身扎波罗热战场。此前，乌克兰从未承认过这支作战部队的存在。与此同时，哈尔科夫前线告急，俄军出动大量死囚敢死队冲击乌军防线。为了保住库皮扬斯克，乌克兰陆军总司令亲赴前线。泽连斯基隐藏了这么久的部队，终于还是投入战场了。美国智库在15日表示，乌克兰向扎波罗热西部派遣了额外的作战旅，而在库班、罗伯基涅战线，种种迹象表明，这些额外作战旅中就包括82空中突击旅，这是乌军一支王牌部队，清一色北约制式装备。乌军这支部队的历史其实并不长，当初乌军从第25空降旅和第80空突旅中抽调了一部分坦克士兵前往英国，接受挑战者主战坦克的训练，由北约军事顾问亲自训练。在完成训练之后，这些士兵组建成了现在的第82空突旅。北约援助的所有武器装备中，该旅享有优先使用权。其战斗序列包括至少90辆史崔克装甲车以及40辆鼹鼠装甲车。这两款战车都配备了性能优良的传感器与瞄准器。第82空突旅也是乌军所有作战部队中唯一一支同时装备这两款装甲车的军队。不过呢，这两款装甲车性能虽然很优秀，但基辅认为并不适用于坦克作战，于是又为这支王牌部队配备了14辆挑战者2主战坦克。乌军第82空突旅下辖3个机械化营、1个突击营、1个炮兵营以及1个坦克连。各机械化营装备30辆史崔克装甲车，突击营装备40辆鼹鼠装甲车，炮兵营配备 M119 型榴弹炮。从武器装备中也能看得出来，这是一支专为迅速突破对方防线的部队。就在前2天，乌军一辆史崔克装甲车在扎波罗热现身，也是该装备首次出现在战场。在一段影片中显示，在史崔克装甲车行进过程中，遭到俄军柳叶刀无人机的打击，目前尚不清楚是否摧毁，但基本可以确定的是，这应该是第82旅的先头部队。许多媒体表示，一旦战斗力强悍的82旅进入战场，将能显著提高乌军进攻强度和效率，也将对乌军防线造成巨大压力，甚至有机会实现局部战场的局势逆转。反攻行动持续到现在，乌军将这支从未动用过的王牌部队投入到扎波罗热西部战场，可见泽连斯基是想搏一把。如果再不能打破俄军防线，那几乎宣告此次反攻行动的失败。再想组织起大反攻，可能就要等到北约计划的春季反攻了。目前第82旅已经抵达罗伯基涅北边，这个村庄是俄军第一道防线上最重要的一个定居点。俄军为了应对乌军反攻行动，在整个扎波罗热方向上从南向北经营了3道防线，罗伯基涅就处于第一道防线的核心位置，而托克马克拉位于俄罗斯第3道防线的核心位置。从库班到罗伯基涅距离是10公里，从罗伯基涅到托克马克距离大约是15公里，这短短25公里的距离上，俄罗斯密密麻麻布置了3道防线。目前乌军已经控制了库班，并靠近了罗伯基涅北面，只要乌军突破到托克马克附近，就可以打穿俄罗斯的防线。目前在罗伯基涅附近，乌军部署了47旅、82旅、65旅以及118旅，其中47旅装备最好，装备了豹2主战坦克与布雷德利装甲车，在战场上充当尖刀使用。82旅装备了史崔克与鼹鼠装甲车，比47旅稍微低一些，而118旅则是装备了 M109 自行榴弹炮与 M113 装甲车，并且还有波兰援助的28辆 T72 主战坦克。根据前线俄军传回的战报显示，乌军正在采用一种战术，先派遣小股侦察部队试探俄军的火力部署，待俄军呼叫后方火力支援时，侦察部队就会向后撤退。此时乌军会通过反炮兵雷达确认俄军后方火力阵地的位置，然后通过海马斯与 M777 等火力对俄军炮兵阵地进行精确打击，不断削弱俄军的炮火优势。仔细看乌军每日公布的战果就能发现，凭借这个战术，乌军每天都能摧毁俄军20余门火炮，这个数量大大超过俄军坦克和装甲车的损失数量。等到俄军炮兵油尽灯枯，就是乌军发动大规模冲锋的时候了。另外，乌军还在梅利托波尔与别尔江斯克2个方向持续猛攻，以此来牵制俄军支援。这样乌军就可以在扎波罗热南部将俄军分为赫尔松、克里米亚和顿涅茨克、卢甘斯克2个集团。加上俄军在克里米亚方向的补给路线已经被乌军摧毁的差不多了，
只要能完成对俄军的分割，那么驻守在赫尔松这片的俄军迟早陷入弹尽粮绝的境地。如此一来，夺回被侵占的赫尔松领土就指日可待了，就连克里米亚都有可能回到乌克兰手中。目前的战场局势呈现截然不同的趋势。乌军在扎波罗热和赫尔松战线虽然进展比较缓慢，但也算是一点点蚕食俄军防线，已经攻占了多个村庄。但在北线的哈尔科夫与顿涅茨克，乌军的处境就变得非常不好了，尤其是哈尔科夫的库皮扬斯克方向。如今乌克兰的主力部队都集中在赫尔松防线，这也是反攻行动的主攻方向。眼看着即将突破防线，俄军调转枪头，出动了西部战区的兵力，大举进攻哈尔科夫，不断猛攻这座乌军重兵把守的战略要地。先头部队已经抵达库皮扬斯克不到10公里的地方。在战场爆发前期，俄军曾试图利用机械化部队快速突击，打算在乌军还未来得及反应之前，一举拿下基辅等关键地区，从而奠定战争的胜利。但这个战略失败了。在经过数月的阵地防御之后，俄罗斯的组织能力似乎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高，甚至可以实施比较有效的进攻作战了。如今乌军在哈尔科夫方向的兵力部署十分薄弱，俄军的突然袭击让乌军有点措手不及。按照之前战况来说，俄军大部分主力应该被乌军牵制在巴赫穆特、扎波罗热以及赫尔松等地区，但让乌克兰没想到的是，在对俄罗斯西部地区造成威胁后，俄罗斯便将近卫第一坦克集团军等3个集群派遣到了哈尔科夫地区作战。在俄军的猛烈攻击之下，乌军位于库皮扬斯克南部郊区的防线不断被突破，最终只能退守城区。虽然乌军都没透露哈尔科夫攻防战的细节，但从有限的战场信息也能发现，俄军不再进行冒失的战场穿插，而是回归了传统的苏式作战战术，利用炮兵开路，削弱或摧毁乌军的防御能力，然后再出动机械化部队进攻。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表示，俄军目标就是突破乌军防御，直接前往库皮扬斯克。乌陆军总司令希尔斯基也承认，库皮扬斯克的局势很复杂，俄军随时都可能占领这座城市。乌军之所以抵抗不利，就是因为俄军出动了大量死囚犯和重刑犯组成的敢死队，兵分多路对库皮扬斯克发动铁钳合围，试图将乌军阵地分割封锁，再逐一集中优势兵力围歼。俄军此次进攻来势汹汹，共出动了8支敢死队，成员都来自囚犯组成的风暴突击队。虽然不是正规军人，但有瓦格纳囚犯兵的成功先例，其战斗力不可小觑。为了换取减免刑期，这些囚犯士兵往往都很拼命。再加上俄军猛烈的火炮袭击，乌克兰也不得不做出最坏打算，开始撤离库皮扬斯克的居民，共53个居民点被迫撤离。作为哈尔科夫的第3大城市，库皮扬斯克是连接哈尔科夫与顿巴斯的铁路枢纽，面积略小于巴赫穆特，都属于易守难攻的战略性城市。对俄乌来说，控制库皮扬斯克的战略意义极为重要。在去年，俄军北线部队司令部就设立在库皮扬斯克，一旦俄军拿下这座城市，就能打开通往舍甫琴科、沃楚科耶斯的道路，更加靠近哈尔科夫市，并能向莱曼、伊久姆和斯莱维扬斯克等地推进。整个北线的局势也将被逆转，甚至会导致整个哈尔科夫的丢失。哈尔科夫也是乌克兰的军工业中心，一旦被俄军占领，势必增加俄罗斯军工生产能力。毕竟这里拥有众多军工厂，其中以马雷舍夫机械制造厂最为出名。这里是前苏联5大坦克制造中心之一，已经有上百年的建厂历史。作为苏联高端坦克的建造中心，哈尔科夫在苏联解体前负责生产 T80 系列主战坦克，拥有雄厚的坦克研发和生产能力。相比俄罗斯本土的鄂木斯克等坦克制造基地，哈尔科夫在部分技术领域处于领先位置。为了保住库皮扬斯克，进而保证哈尔科夫的安全，乌军陆军总司令希尔斯基亲赴前线，统帅当地多支乌军部队，同时还从扎波罗热等防线调集了至少10个大型编队，向库皮扬斯克方向增援。这些兵力原本是准备突破扎波罗热前线的2线兵员，总数在6个旅左右。当然也不排除乌克兰放弃库皮扬斯克，然后将兵力收缩到哈尔科夫一带。哈尔科夫是乌克兰的第2大城市，在2战之后重建时就考虑到了下一场战争。城市的建筑非常坚固，很适合打坚守防御战。如果乌军像在巴赫穆特那样全力死守，俄军还真不一定能迅速拿下哈尔科夫。所以有人觉得乌克兰可能会选择将扎波罗热方向上的主力调出来，北上机动到哈尔科夫，准备同俄军打坚守防御。
当然，北约不会希望乌军战败，面对哈尔科夫的形势，北约有可能会考虑提前行动。目前，在俄罗斯西部边境线，北约部署了庞大的军事力量，包括30万士兵、8000余辆坦克和装甲车、6000余门火炮，以及600余架各种作战飞机。这种军事动向已经表明，北约做好了应对紧急情况的准备，即便不对俄军直接下手，也能对莫斯科造成一定程度的压力。面对乌军困境，北约再度提供大批援助。美国宣布提供额外的安全援助，包括额外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弹药、海马斯火箭弹、155毫米和105毫米炮弹、120毫米坦克炮弹、陶式反坦克导弹和其他反装甲系统。37辆用于拖曳和运输设备的战术车辆，超过1200万发小口径弹药和手榴弹，用于清除障碍物的爆破弹药及备件等。这次援助的使用是重新计算的冗余资金，并不会增加对乌援助总额。瑞典也计划为乌克兰提供3.14亿美元的援助，主要包括军事装备和各类武器系统的备件。罗马尼亚计划在欧盟军事援助任务的框架内，参与对乌克兰军队的培训，并将为乌军飞行员部署未来的区域培训中心。德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每年50亿欧元的援助，直至2027年。这些资金还只是武器弹药援助，未来还将有其他的人道主义援助，在德国的乌克兰难民的补助，以及对 IMF 的援助等。本期影片就到这里了，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见。